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的大主题，美伊战事关心伊朗的毁灭性报复来了。这一次攻击包括了85处的美军设施被摧毁 ，MQ9 也遭到击落。另外，美军说的5倍火力下重手，现在看起来是被伊朗打脸了吗？今天的大主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先欢迎我们的在场来宾，首先欢迎陈立伟、孙大千委员。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思敏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晚安。好，观众朋友，节目一开始先帮我们节目按赞，希望跟我们互动的一下呢，一样我们的留言区写下思敏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亲自做回复。看到热推荐，帮我们按下热推了。再来提醒观众朋友，我们的环球大战线主频在主频的部分已经有新的会员频道了，欢迎观众朋友们在这个频道的最上面按下加入这2个字，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可以享有优先得知各种 Q&A 啊，想要提问或者是做互动，在里面都可以来做进行，欢迎大家加入。今天节目会来先关心的美伊战事，我们先看到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一样，我们请嘉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析。首先，美军先攻击了伊朗80个目标，没有想到换来的是伊朗反攻击美军共85处的基地。美国说的他们对这个伊朗的不成比例攻击，现在是反而击出了更强硬的伊朗了吗？第二件事情，伊朗这次锁定的目标包括了在波湾地区的巴林科威特美军基地，是在警告波湾朋友别当美军的打手吗？是在测试美军的防御漏洞吗？这是第2件事情。第3件事情，我们来看到的是荷姆兹海峡了，到底现在谁说了算呢？保险市场其实现在可以看起来都是向伊朗做靠拢的，是否代表说现在荷姆兹的掌控权已经落在伊朗的手中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美伊停火是不是真的看起来是完全破功？我们本来以为说美伊之间呢互相攻击哦，这个是一个小闹，但是这一次看起来完全不是哦，是直接下了重手。原因就是因为伊朗近期呢攻击了荷姆兹海峡的商船，所以美军的说法他要做报复。因此呢，我们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7日当天表示呢，已经完成了新一轮的报复行动。这一次他说动用的是精准的弹药攻击，包括了一共是伊朗境内80个目标。我们来看到这当中有伊朗的防空系统跟它的雷达站，60多艘的小型舰艇跟它的指挥管制网路，甚至它的反舰飞弹基地。美方官员是这样说的：这一轮行动不论是规模或者是打击的力道，都比10天前那一场攻击是大了4到5倍哦，力度非常的大。这是美军说的，这不是对等的回应而已，这是美军官员继续这样讲，这是一场不成比例的一个对伊朗的惩罚，而且短期之内美方的下手是不会结束的。我们看到这个美军的话一说完，伊朗确实来自于国营媒体直接证实，美国攻击了伊朗境内南部多个战略地点，还当中包括了多个港口哦，都遭到波及。而且伊朗现在也指控啦，美军对于伊朗的攻击范围持续的在扩大，已经到了不管是连商业用的码头、渔业的码头，甚至是渔船都要做攻击，造成许多平民受伤。伊朗的外交部非常的火大，他公然批评美国，并且警告美国，你违背了当初我们的谅解备忘录，接下来德黑兰也会采取同样的报复行动。话一说完，革命卫队是立刻展开了各项的军事行动，美军攻击伊朗80个目标，伊朗回攻击美国一共是85处的重要美军基地，这当中包括使用了飞弹跟无人机，攻击了巴林第5舰队的驻地，还有科威特的这个空军基地等等。伊朗还声称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也就是说，美国说给伊朗一场不成比例的惩罚，是立刻被伊朗给打脸了吗？那伊朗现在是不是看起来更为强硬了？委员怎么看？当然了，伊朗的态度一向就是你要战我就战，你要和我也奉陪。所以其实伊朗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底气，当然是因为伊朗早就做好了相关的准备，跟下半场的这个沙盘推演哦。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就是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哦。大家看到美军现在攻击了伊朗80个目标哦。可是大家不要忘了，现在是美国去打伊朗，伊朗的面积有多大？伊朗美伊战争开打到现在，美国打伊朗的目标可能上万个了。
伊朗还好端端的活在那里，打80个算什么呢？我看完之后，那80个还包含了60艘舰艇。伊朗的小型舰艇是蜂群舰艇，60艘对他来说算什么？所以其实这80个目标听起来好像很多，可是其实效果很有限，因为伊朗太大了。关键问题是美国要打伊朗，而不是伊朗要打美国。我不断的在强调这个重要的关系。你美国要打伊朗，又要跑到伊朗家门口去打，所以在这个时刻，其实美军不要说80个了，打800个目标啊，对伊朗大概都不会有一点的痛的感觉。可是伊朗打美国不一样哦，就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就那么几座，我刚才看到了巴林的、科威特的都被打了。我觉得如果今天我要是美国这个中央司令部的话，我干脆就不要修了。我今天把它修好了，明天可能又被打了，谁知道哪天大家看了彼此不爽又再来炸一次？那我现在干嘛修呢？现在对美国最大的问题是这样哦，你在中东的基地就这么多，你的相关的设施也就摆在那里，如果不断的在被攻击。那么回到下一个问题来，那你接下来的兵力调度就会有问题。你要怎么调度？航空母舰战斗群2栖登陆这个攻击舰，该调回美国本土的都调回去了。就算在这个中东地区的，你也离这个战区很远啊，因为你怕被伊朗不对称的攻击而消耗掉了你海军珍贵的战力。这些东西都是马上美国就要面对的问题。那对伊朗来讲啊，关键问题来了。伊朗借由一次一次的切香肠行动，他几乎已经让国际社会承认他有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了，就不需要你美国承诺，你就看着我一次一次的用切香肠，然后你看看国际社会到底是相信你美国还是相信我伊朗。现在显然看起来大家觉得相信伊朗比较有保障啊，我宁愿交了个钱，然后我就可以顺利的通过了。那我何苦去尬到美国跟伊朗之间彼此的纷争当中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伊朗来讲，他长远要的东西，他其实还没要到哦。所以我说，为什么伊朗他说要战我奉陪，要和也可以？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伊朗来讲，他要的东西大家都知道，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要能够自由发展这个浓缩铀的这个相关的权利，要美国解除经济制裁，要伊朗成为中东的一个正常国家，不要再被美国欺压跟这个打击，这些东西其实伊朗目前为止都没有拿到实质的成果。所以对伊朗来讲，他何尝不是在做极限施压呢？大家说川普喜欢玩极限施压，伊朗何尝不是呢？如果这场战争接着这样持续的不断的纷扰下去的话，国际能源的价格会持续居高不下的。那么美国马上就要面临9月要不要升息了，这就是通货膨胀的压力的问题了。美国的这个期中选举马上就要展开了，这些东西都是川普马上要面临的问题。所以今天不止川普对伊朗做极限施压，伊朗对川普也在做极限施压。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和谈前哦，美伊就以军事的角度来说，大家都在做最强烈的一个军事上面的施压。不过我们也看到这一波美伊互攻哦，伊朗也不是乱打。它其实呢有在挑选地区的，而且是对于美国来说，还有对于波湾来说是伤害非常大的。这一次挑选的地区，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嘛，锁定的是巴林跟这个科威特。为什么这2个地方我说非常的重要呢？先来看到其实呢，伊朗很清楚自己不会去打这个美国的本土哦，依靠的不是美国本土，而是在波湾地区。因为巴林这边呢是美军的第5舰队的所在地，是波湾海上行动的一个核心指挥枢纽，所以他选择第一个打这里。第二个，他打科威特，尤其是在当地的一个阿里萨勒姆空军基地，同样是美军在中东空中行动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哦，所以他直接打在美军在中东的神经枢纽上吗？那干哥怎么看？选择这2个基地的原因，另外也是对于波湾国家地区做一个警告吗？干哥怎么看？好，巴林的第5舰队基地大概已经快30年了，是美国第5舰队的基地，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从来不会有任何问题，也就是说，长久以来，你说同样都是穆斯林国家，但是巴林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它其实很稳的。所以我这个基地设在这边，我这个基地坦白讲一句，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它虽然不是所有重要舰艇的所在地，但是它是一个转运港，以及就是说下达命令的指挥所。好，那它这个可以停泊大型的军舰，最主要就是神盾驱逐舰的泊地啊。那所以这个港对于美国来讲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说你不用这个港，你就没有地方可以用了。坦白讲啊，那你要用谁的港？用沙烏地阿拉伯的港吗？那很远啊。那所以巴林这个基地非常重要。那另外一个在那个
科威特的那个基地叫阿里萨勒姆啊，阿里萨勒姆这个基地那就重要的多。为什么？因为它有E3，有E3空中预警机，还有 KC-135，空中加油机，它还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那种无人机，或者是那个后勤支援装备，以及爱国者飞弹的转运站等等。所以阿里萨勒姆这个基地不一样，而且美国把这个科威特从海山，也就是以前伊拉克占领它的时候，就伊拉克总统海山占领科威特的时候，他把萨达姆打退了之后，然后就马上把美国主要的军机就交给了科威特，所以这个基地非常重要。可是你到现在为止，你知道它受损的程度吗？不敢讲，也许很严重。所以这一次他说他攻击了美国80个目标，那到底又有多少飞机受损呢？其实我说一句实在话，伊朗可以经得起你打我85个，可是美国经不起被打80个，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因为美国只要挨打的话，那都是高价值目标。他连那个无人机的操作基地有没有？它是一个一个的长货柜，那个打下去，你知道那个不是那种铁皮屋盖起来的，是都很昂贵的。所以美国没有80个有价值的基地让你打，为什么？因为那损失太大。最重要的是人员有没有受伤？那这一次我是真的觉得说，停火真的没有多久啊，这不到2个礼拜，然后伊朗又突袭了在荷姆兹海峡里面的3艘船，其中被打中的一艘就是卡达的船，那就是警告。对，那是有选择性的。卡达的油轮被打中了，就说你再这样子哈，我打卡达，我打科威特，我打巴林，都有象征意涵在里面的，就是说我不是这样子就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就被摸头了，就永远没事了。北海布伦特原油最近又涨到76块1桶，好不容易跌回72块1桶，就美国人可以喘息一下了。就像一打，两边一开打，又上去了。西德州中级原油也从69块变成了73块了。那个都好不容易降下来，你现在又上去了，就为了这一点点小型的冲突，就现在升高为各打对方80几个甚至100个。那这场战事好像又要重启战端了吗？所以我们是真的觉得哈，美国他现在就说，你为了3艘船遇袭而又重新施展你的这个全面打击，我老实跟你讲一句，那个花很多钱，而且我看完全打乱航空母舰战斗群的部署。卡尔文森号又掉头回来，又要放飞机出去，然后你现在观望不能动，为什么？不能进行正常的部署，为什么？因为不晓得你接下来你要干嘛？你要干嘛的话，川普又叫我们不要走了，所以整个美军的部署，中央司令部又被卡住了。这件事情，我觉得短时间之内真的没有办法善了了。好，所以这一场这个攻击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不过，如刚哥刚刚帮我们特别看到的这一场美伊之间的攻击的起源，其实就是在6号这一天因为荷姆兹海峡的争议伊朗去打击这一艘来自于卡达的天然气油轮，所以那个油轮呢遭到重挫起火，才会有后续的各种攻击。那为什么伊朗现在要打？大家也在关注，原因是我们看到是说，不是美伊 MOU 已经说好了吗？荷姆兹海峡60天内是可以免费通行的吗？那伊朗现在其实在意的点，并不是说这个60天之内免费通行，而是说你要通行可以，但是你必须要走我的航线。但是卡达这艘船没有走伊朗的航线，所以被遭到攻击。现在也在看说，是不是等于荷姆兹海峡根本就是伊朗在掌控呢？另外，我们如果从这个保险费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现在呢有2条路可以走，一个是走南部靠近阿曼这一条路，那这一边的保险费比较贵，是35万美元。那如果呢是走伊朗的航线的话，靠近伊朗的北边的话，它是28万美元，价格比较便宜。所以连保险公司是不是也都看出来，走伊朗的航线这一条比较安全，也代表伊朗掌控荷姆兹海峡的另外一个证据吗？苑老师又怎么看？这个议题非常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年的2月28号以前的话呢，荷姆兹海峡是完全自由开放的。然后呢，川普做了这个要跟以色列一起联合打伊朗的这个动作嘛，
这个战争动作，先把哈梅尼耶给干掉了以后，哈梅尼耶的话就是3天前吧出兵嘛，就是有他的丧礼嘛。就连那个川普自己都讲，他非常惊讶，他本来以为说伊朗被打了以后呢，就可以顺势就推翻政权更迭，结果搞了个半天以后呢，发觉伊朗人非常爱戴他们的宗教领袖，所以说那个伊朗人这个情况下来讲就转变了。这个你们 MOU 里面签的最14条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其实就是有关伊朗对于这个荷姆兹海峡的这个通行权有绝对的这个，他提名他不叫做收过路费，他收叫服务费了。但是这里面讲的都是讲什么费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就是说你必须要承认伊朗对于荷姆兹海峡具有实际上的掌控权。所以现在的话呢，这个我上次在这个节目当中讲，那个长伦那个长利号被打的话呢，我都觉得是故意打的，就是要告诉你，因为长龙的长利号它的船多嘛，它基本上走的话呢，就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航道。但是的话呢，这个下面的话呢，走这个阿曼的航道的话，因为那个荷姆兹海峡很近，就是阿曼跟伊朗之间的，对，但它那个海道这么。大概就是27、8公里的路线分成3段，那其中大部分就是1半以上靠北，就是靠伊朗嘛。那伊朗现在的话呢，我觉得有3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它这个价钱会比较便宜。第一个的话呢，这个大家都会发觉，伊朗要求的才是真的，但阿曼没有这个能力。伊朗真的会。第二个的话就是伊朗真的会打。我们今天讲的题目都是伊朗在打那边这个打卡达过去的天然气船，这是非常危险的。对这个。然后第3个最重要的原因的话呢，就大家都是按照伊朗的方向，因为它隔的地缘关系比较近。就什么叫以量制价？就是对伊朗来讲的话呢，我定的就是28万你也便宜一点，你来，如果你便宜的不要，你就是故意跟我找茬，我就打你。就变成这个结果。那美国现在的话呢，非常麻烦。为什么？因为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这个荷姆兹海峡的控制不控制，其实是美国现在最关心的议题。其他没有了其他的话呢，就是什么搞什么核能什么浓缩铀什么的，这个都不是真正的议题。但荷姆兹海峡的话呢，这让大家全世界的经济都可以感觉到痛的地方，所以对大家很自然会讲说，我们现在油贵了，那就是美国害的。所以对美国来讲，这个权利非要争回来。所以这一次也相对而言，美国本身也表现得强硬一点。但是我觉得美国再强硬的话呢，也斗不过伊朗，因为伊朗它这个地缘上的关系，再加上他们自己做的这段时间的准备，已经超过4个月的准备了。是，好，谢谢苑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